大家安，这里是小水，又回到了我们的小的我是我的 Beyond 的时间。那么今天呢，要来介绍的是我们的快攻夜魔。这几天就是开始要来刷宝箱了。那如果呢，你就是觉得说我们刷宝箱一天都要花好多时间，明天还要上班，真的好累啊！我不想花这么多时间的，那我推荐你们可以来玩玩这一套快攻夜魔。虽然说它的胜率呢，就是可能没办法让你维持在那个蓝宝石以上，其实也不一定啊，就看你遇到什么对手。但是它其实胜率就是还不错，我觉得整体胜率其实算是有一定强度的。那虽然有一些职业确实蛮康腾这套的，但就是一个你只要右手给力就一定会过的一套牌。那介绍一下它的一个运作方式，首先是我们依照对局，如果是内战，那我们怨念的栽培者一定一费下。内战跟像打巫师啊等等，就是前期没什么场的职业，那我们一费的怨恨栽培者会直接下去。对，那他就是可以抢个先攻，然后谢幕诀还可以增加怨灵。但是死神灰点我这里放了3张，再遇到一些就是一些对局，他的怪真的很大只，你就是要砍过他才能过这个盾之类的。那我们就会拿死者灰点，就是自杀，砍头之后自杀之类的。那我们就可以顺便去解怪这样。然后再来是凶恶的小木乃伊，这个一样不用等几次哦，到手了就直接丢啊。维利也是，维利的优点是我们如果是后手的话，那我们直接一费跳维利，那对手是高几率解不掉，对，高几率解不掉，你就可以几乎抢个6血，对，连续2回合6血的状况。那如果对面是皇家塔瓦卢兹，那你就只能让他对，但大部分的对局其实是偏优开特别多的。那再是蛇神的趁怒，蛇神的趁怒一样也是手上有的拍可能就会考虑直接打头。对，因为我之前有一次斩杀不够，就是因为我有一趟想要压蛇，怕自己血线太危险，但这套就是不要怕，冲就对了。再是意识蝙蝠，意识蝙蝠会叫2张蝙蝠到自己的战场上，那这个通常也是有就拍，那如果有同时抽到艾拉路的情况，你才会考虑无盾去做一个搭配。那如果只抽到蝙蝠，那就直接拍没关系。再来是我们的皮尤拉，皮尤拉因为自带一个24途径，所以呢，就是它的用法就是3费的时候当一个途径解场。对，那对面高几率解不掉你，那我们就可以再抢2滴血。那另外一个做法呢，是我们会去搭配一只超进化，我们会搭配按摩女木叶女将，我们会搭配木叶女将，或者是搭配怨灵啊之类的去做一个超进化，可以打头让那个即时伤害更高。对，这是另外一个做法。那灵元也是，灵元通常我们会直接就是拍下去。那我们如果呢场优的情况下，我们不一定会开，可能会去做跟狗妹的一个搭配。那如果对方有场有机会就开灵元，就是去解场或走头。对，但大部分能选走头就走头。那如果你已经被拖超过5-6 turn了，你的斩杀线还是没有过，我们会丢失海士兵或者是就是阿拉加维去，阿拉加维有上手，基本上就是拍下去解场净化，扫自己跟对面的头。对，扫自己跟对面的头。那这套比较担心的是，你遇到精灵，有时候你把自己打太凶的话，你的那个斩杀线就被精灵提早杀了。之前就有打太凶，然后7 turn 就被精灵斩的经验，所以大家要就是稍微看一下状况。那再来呢，我们这个就是期望值就是5踢到7踢一定会斩。所以我们有放个奥丁，奥丁基本上有抽到就是丢下去超进化直接干头。那如果你真的没办法，对，还是差了那么一点点被拖到8 turn了，那我们才会用凯尔贝罗斯。那凯尔贝罗斯这边因为王兆池有那个被污染的风险，所以基本上你在狗妹下去的时候是一定得斩的。所以说有些情况下可能会灵元加狗妹去拉着最后一点点的斩杀。那我有遇过说我灵元开了狗妹下去，对面就直接投降了。对，对面可能没有想到说王兆池有被污染的可能，所以不一定有斩之类的。对，但就是灵元加狗妹它起底就是一个1、2、3、4、5、6、6、7，至少9点伤害。那在大部分的对局里是非常够用的。那另外一种时候就是我们会，例如说艾拉路它还是没有解掉，那我们后面直接搭艾瑟拉去做一个净化。
其实对面的头就差不多爆开了。对，那大概的牌组讲解就到这边，那就让我们进入我们的实战片段吧。好的，进入我们的实战片段。那我们目前呢，对上的是一个复仇者的对局。那这边刚开始，我们就直接选择小木乃伊直接丢下去。然后看一下对面是什么，然后对面是一个创造物复仇者。那造物其实对我们的这个排队来讲，真的是比较裂开的状况，所以我们直接皮尤拉下去，想要来抢个场优。那只要对面没办法及时的结场，那对我们会是非常有利的一个状况。对面这边就是合了2张，还贴了一个伊卡洛斯的飞翔。那看一下我们的右手，我们右手进为利好，这边不像我们就是来 C 个0元直接走头哦，不用结场，不用结场。这一套牌的重点就是不要结场。然后这边高几率他可能会选择去开阿法或伽马，那这边选择了伽马，那选择伽马对我们反而是比较偏有利的状况。那我们这边就直接送他一只狼哥，送他一只狼哥。然后这边我们就是解那个53就好了。然后现在对方还剩11点血，那我们这边就是把它解掉，然后直接走头。这就是有时候说我会说可能会要开0元的状况。对，那这边就是再开了第2只天宫，那这边高几率会直接没有场压，直接选择去做一个阿法。好，对面做了一个阿法，去奶4点血。那我们这边一样再送他一只狼哥，一样进化，继续自残，再把我们的血线压回去。那么这边他选择了就是贾斯帕超进化去做一个结场，然后顺便再拿一点自己的组件。好，那我们这边因为一定会被拖到巴菲，我们这里不能斩，所以我们这边就是选择去 C 0元去直接做一个。我这里是选择了保血线去解掉他的55，顺便来一口，然后22直接走头，现在只剩下7点。那7点的话，我们等一下放狗妹是必斩哦，他这里又奶了4，奶了4的话，我们就会比较偏向要扣赛斩。对，那我们这边就是直接开0元 C 狗妹。那第2把的对决，我们遇到的是一个夜魔。那虽然说玩这个东西，我觉得胜率大概50%以上啦。那就是有没有办法再提更高，就是看你遇到什么对手。那这是一个夜魔对战，因为最近刷箱其实快攻夜魔非常多，那不刷箱其实当做节每日来讲，夜魔也是非常多。那这边就是我说的遇到的后手1费可以直接跳2。放一个维力，那我们就可以抢3点血的这种对局。那我们这边就是直接下去。对，那因为遇到夜魔的对局，我们就是得打凶，你不管怎样打凶就对了。所以我们这边并不选择，就是不拍这个1，我们这边1是会拍的。那我们这边就是解掉取场优，直接走头。那这边因为它解不掉，我们可以直接考虑直接走一个艾瑟拉进化。好，这里就剩1滴。那剩1滴的话，它等等就算全解光，我们还是可以直接斩它。5回合好玩游戏。对，打夜魔就是这么快。然后这边很多斩法，怨灵可以斩，蛇蛇可以斩，那我这边选了蛇蛇。